there's nowhere left to go. Nowhere. Except the oasis.这里是电影公生命。今天呢，就我来邀请了喵上来呢，跟我们讲解一下要上映的电影《Ready Player One》。因为呢，他对这个小说呢非常的熟悉，所以呢，我们来让他解释一下关于这个《Ready Player One》是怎样的一部电影。Hello，so 今天我们就会讨论咯。这个关于这个电影了啊 ，Ready Player One 呢，它是在2011年的时候出版的，作者呢就叫做 Ernest Cline。这本书它特别就是它还没有出版的时候，电影公司 Warner Brothers 已经买了它的版权，所以现在它那个书它一出来的时候就变成超红，因为很多人就好奇这个故事讲什么。这部电影呢是以 Steven Spielberg 来拍的，它是在3月30号的时候会上映在美国。这个故事呢是讲在未来世界2045年的时候，世界 population 已经超多人了，很多东西就很贵，很多人呢就很少地方可以去，他们就去了这个 VR 的世界，叫做 Oasis。这个 VR 世界呢，它特点就是你上课、你上班、去打工那些，或者你去旅行，或者你去买卖东西，也是用这个 VR World 来跑的。所以呢，这个 VR 世界呢，是在真实世界很重要的东西了。有一天，那个创造人就 kill 了。So 他一死的那时候，他有一个 video 就在网上播，就是讲，如果有人可以找到他的 Easter egg 的话，那个人就可以得到他1亿的财产。还有谁可以找到那 Easter egg 呢？也有版权，还有权利控制那个 Oasis 的产品，他的世界，就讲整个公司就是他的了。那个 Oasis 就以那个人来控制。So 全部人一听到，全部人就跑进那个 Oasis 世界，要去找这个 Easter egg 了。这故事的男主角呢，是以一个新的演员叫做 Ty Sheridan 来演的。那男主角的名字就是 Wade Watts， 他就像一个普通孩子，不过他很崇拜那个 Oasis 的创造人，他就每天去追那种80年代、90年代的东西，因为这个创造人呢也是很喜欢80年代、90年代的东西咯。So 在他的那个 Oasis 里面呢，会看到很多很多80年代的东西，还有 game 的东西哦。他就听到有这个消息，他也跟着全部的那些 treasure hunter 去要找这个 Easter egg 哦。这个故事就是讲那个小孩子的过程哦。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全部的 treasure hunter 就一起去找那个彩蛋啊。不只是普通人哦，很多那些公司也是为了要找这个彩蛋，所以去跑这个Oasis。因为创造人没有讲说大公司不可以去抢，所以呢，很多大公司他们就请那些人手全部跑那个世界，正在找咯。这样子就是男主角就是有什么能力，他有什么办法，就是这样多人抢，他也可以抢到这个彩蛋呢？因为那个创造人呢，他本身呢是比较古怪的，他的脾气，他很保守，他很少会出现在这世界的新闻啊那些，所以很多人不是很懂。在他有写那种biography 的书嘛，在他的 biography 的书，他有提到他很重视80年代的东西，好像那些 game 啊、漫画啊、动画啊、戏啊，所以他很欣赏那些东西，所以崇拜那个创造人的迷呢，他们就比较懂这个创造人哦，所以呢，他们去找的时候，他们就以这个知识来找那个 Easter egg
哦，这样子就是你有谈到80年代的那个潮流的东西啊，我们叫潮流啦。那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80年代潮流的东西啊？在书呢，他有提到很多很多，只是在 movie 呢，如果你看那 trailer 呢，有出现呢，就是那个80年代的 Back to the Future。Steven Spielberg 所导演的movie， 他也是讲跑时光的咯他的车就会出现在那个戏里面。还有就是 Freddy Krueger 恐怖电影80年代很出名的 Nightmare on Elm Street， 他也有出现 as 那个 Avatar 在那个 movie 里面。以 game 那方面呢，你们就会在 trailer 呢会看到有 Street Fighter 的人物咯，好像Chun-Li咯。最新的那个 Overwatch 的游戏呢 Tracer 也会出现哦。这样不是说整部戏的版权费都很高了咯，这么多因为有这样多的 game 的人物啊，还有电影的人物都会出现是啊，因为这个故事呢，它最特别就是因为作者可能喜欢80年代的东西吧，他会提到很多很多很多戏啊 movie 那种game comic 那些东西。还有就是刚才你有提到的 Steven Spielberg 这个导演所以你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关于 Steven Spielberg 这个导演他拍过的那个电影Steven Spielberg 他最出名就是拍以前那个 E.T. 如果是没有错的话呢，之前呢我了解 Steven Spielberg 呢，他就是以 Jaws 这部电影开始他的那个电影的生涯然后当时80年代呢，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出名的那个导演因为呢差不多80年到85年呢 Steven Spielberg 电影跟 Lucas 这两个导演差不多自己的电影自己破自己的记录咯，每一年直到1995年那时候他才开始以监制的身份拍电影那时候就拍了那个 Back to the Future， 那个不是他导演，是他监制的作品，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呢是几乎他的电影都非常卖座，直到80年过后呢就可能会比较少一点的他的作品，然后到1993年才拍的那个 Jurassic Park， 又是他的另外一个巅峰他的事业的巅峰这是我了解的 Steven Spielberg 啦他到现在呢可能很多新一代的都不认识这个导演了，所以他拍这部作品呢可能新一代的就不会去知道他以前呢有拍过什么电影这样子我是觉得。如果你要讲新一代呢就看因为现在 Internet 对这套戏很响，所以很多很多记者或者 movie critic 会提到这套戏还有 Steven Spielberg， 然后他们呢通常会提到导演的时候他们会有介绍，就好像我们现在在介绍 Steven Spielberg 以前有什么作品那些。如果新一代人真的有去上网看呢或者看 video 的话，他们就会懂或者会好奇的去找这个 Steven Spielberg 的资料。就是说以 Steven Spielberg 来指导这部电影然后除了 Steven Spielberg 的名气，电影的故事是翻译成小说的，你觉得这整部电影呢就是你期待呢它会有怎样的内容就是对你来讲我希望这个电影呢看起来就像我们在玩 game 这样，因为他小说呢讲到男主角女主角那些，不过在他的戏里面呢，如果他们去比赛的时候读起来就很像在玩 game， 就好像看人家玩 game 这样，所以很紧张一下咯。但是现在来讲现代的年轻一代也是很多喜欢玩 game 的人，就是从这几年开始就流行 open world 的 game 对不对？对，所以现在好像这样子的电影呢就非常适合他们的口味咯。可是你亲自去操作那个游戏呢跟你在看电影呢应该是两回事来的，所以你觉得有什么特点可以吸引那些年轻一代就是喜欢玩 game 的人去接受这部电影吗？虽然讲是两回事，不过如果你看现代的人很喜欢看 YouTube 看人家在玩 game， 这个是新一代的特点所以呢我觉得因为这样呢这套戏呢会吸引很多新一代的人
我觉得在 YouTube 上面看那些游戏的，可能就是很多原因，可能不是说他们不想玩 game， 就是可能他们本身没有那些 console， 或者他的电脑没有办法达到，我也是其中一个了，就是这样，就没有达到那个规格嘛，就玩不到那个游戏嘛。所以每次那些新 game 呢一出来的时候，我就是只能看，就算你有钱你买了也没有用那种哦，这个是对我的感觉啦。所以他们会去看这种更加 advanced 的游戏的画面啊，就是这样子。新一代的人呢，他们有时候看人家玩游戏呢，就好像我们在看 sport 这样哦，看那种足球比赛啊那些啊，所以他们会很紧张的看，好像尤其 Overwatch， 因为 Overwatch 有世界比赛嘛，所以有时候人家玩普通的那种玩法，他们也会去看，可能要学习那种攻略啊那些啊。哦，这个就好像我们以前的90年代的时候有机场，像我们喜欢看人家在玩那个Street Fighter一样哦，就是他们也是一个竞赛嘛。人类就是喜欢看比赛，就算你不是在里面的一个玩家或者是什么，就是喜欢看一个比赛一个结果。是哦。这样子的情况啦。然后它另一个特点呢，就是 VR 的世界。现在 VR 在我们现代呢开始发展了，有很多公司正在要把这个 VR 的东西来搞大，所以呢，可能再过几年 VR 会有很多游戏，也会影响到玩游戏的方式了。现在 Sony 他们那个 VR 也蛮不错啊，他的 VR 就有一个游戏是讲你去爬山的，你一戴上去，你就好像你站在那个地方在那边爬山一样。那个是什么游戏呢？ Everest VR 就是它不是真正的游戏，它只是一个 experience。我好像有看过这个 demo， 好像不是真正是 PS 的游戏吧？它是现在呢，它有出在PS4 还有 PS4 Pro， 所以呢，在其他 platform 我就不是很懂。它这个呢，就是一种 VR 的 experience 哦，给你去经验一下 VR 的世界。如果你要讲在电脑方面呢，其中一个在 Kickstarter 蛮出名的游戏叫做 Star Citizen 呢，game 呢已经筹集了很多钱。After Star Citizen 呢，他们自己又有拍卖那种 VR 的飞船，也筹集了更多钱。他们在那个 Kickstarter 呢有提过，他们是要以最好的那种 experience 给全部的那个 player 来玩他们的 game。他们其中一个 platform 他们要 support 的就是 VR 的 platform， 所以呢，他的那个 game 呢是讲一半 simulation， 一半 strategy， 又很像 sim 那一种啊。如果你是一个 character， 你的 avatar 就可以走来走去在那个世界。如果你有飞船的话，你就可以驾那个飞船。所以呢，你带着那个 VR 的那种 helmet 呢，你就可以这边走那边 experience。现在很多大公司呢就想投资在 VR， 就很像我们这个故事这样哦。那个故事呢，在 future 的时候，他们的那个 VR 已经很进步了。哦，这么说呢，就是说这吸引新一代玩家，就是会看这部电影。然后我们现在就讲回了关于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呢，在3月就即将要上映了，对吧？对。然后呢，因为呢，今年呢也是超级英雄的电影的一年了。是啊。前面呢，在2月16号呢，就 Black Panther 就上映了的。然后4月尾呢，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 Avenger 第3集也即将上映。它就夹在这2部电影中间。然后它票房呢，是不是可以非常的亮眼呢？他们改成3月呢是好事了，因为原本呢他们是打算上一个年尾的时候出这套戏，不过那时候呢他们要对打的就是 Star Wars， 他们就改了那个时间，改去3月了。如果你跟Star Wars 打呢，你直接完蛋了。
好，就是以我本身也不是说这部电影我也不大熟悉啦，就是我多数都是从那个电影预告里面才看到这部电影的内容。对于我来讲呢，这部电影呢就比较像之前的另外一部电影叫 Tron， 也就是迪士尼的 Tron。那部电影呢就是讲从现实世界去到另外一个电子世界。对我来讲，我感觉就有一点接近那种风格，你又觉得怎样？Tron 呢，它的世界是比较 abstract 一点哦，然后它的那个电影呢也是比较 serious。不过这一套新的呢 Ready Player One 呢，它会比较开朗一点，它又会讲到很多潮流的东西，很多人喜欢的东西，就是讲到电影，讲到game， 也又不只是一两个 game 这样，它有讲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 game， 又讲到漫画那些，它的拍法呢会比 Tron 好了，因为不是全部人可以看 Tron， 因为 Tron 是太 serious 了，就好像 Blade Runner 那一款。Ready Player One 呢，它就像一个 adventure 的电影这样哦，就好像那个现在最新又超 hit 的，现在那个新的主曼基，因为它又有那种 adventure 又搞笑，所以变成好卖。但是 adventure 就是主曼基对我来讲就是它一个喜剧嘛，当然里面的演员啊，就是整个故事都是以喜剧的方式来表现。Ready Player One 我觉得它还是一个比较正统的科幻片，就是喜剧方面不会这么多啦，但是可能会没有那个Tron这样系的时候。是啦，因为他是要当个比较年轻人来看嘛，有小孩子那些，所以呢，他不能弄到太 serious 了，太 serious 没有人会看，因为新一代的人会比较喜欢看那种比较开朗的戏，就好像你看 Marvel 公司拍的戏，还有 DC 公司拍的戏，他们的拍法真的差很远，一个呢很 action 很开朗，另一个呢虽然他们要讲很 action， 不过太黑暗了，不是全部人可以看下去。我们也是经过80年代到90年代这个年份了，所以呢，我们接触的是香港啊，香港电影就当时有新一城起来的时候，它的电影呢就是以娱乐性为主，多数都是以搞笑欢乐为主的嘛，所以那个时候电影都非常好卖。现在呢的搞笑都不一样，现在搞笑就比较乱来的，然后不然就是很稀的那种武打片，所以我觉得电影呢还是要多一点欢乐。虽然你看那个时候港片啊，香港的电影啊，它的题材都很 serious， 可是里面的内容却是很搞笑很开心。我相信这样是电影最重要的那种带给我们欢乐的一种方式啊。是哦，因为很多人呢看电影呢，他们都是要比较开心啊，会把他们私事啊、工作啊那些全部忘掉嘛。如果他们看那种比较 action 或者比较开心的电影，看起来会比较舒服了，也比较容易接受。这个市场呢是一般一般的，也不是说系列是不好，系列有它能带出他自己的 message 给观众，但是呢，不要整个题材呢都是变成太过serious，我们就没有办法接受。就好像 Batman vs Superman， 你就知道它是一个很失败的例子哦。然后 DC 又要转型，就是拍了那个 Justice League， 结果呢有欢乐，也不代表整个票房会好啊。所以这种方式呢，就是要有 balance 存在了，我觉得。你也要看你的题材了，好像你所讲那个 Justice League 哈，它的那个作品原本都有问题了，突然间他们又去加一些欢乐的东西下去。DC 的迷之前看了那些戏，他们会觉得很古怪，很不习惯哦。其他人看的时候也会觉得古古怪怪这样，因为 DC 它失败的是他们不大会写搞笑的东西，他们 last minute 请一个作者来写那些搞笑的东西，会放进去他们 movie， 那时候会真的不顺。不过你看 Wonder Woman 也有搞笑啊， Wonder Woman 是比较成功的例子了。因为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他的 script 会比较好一点。在我看来 Wonder Woman 跟 Justice League 的差别呢，就是 Justice League 它原本就展现出一种很 serious 的电影的风格。所以现在我们讲回主题呢 Ready Player One 演员方面呢，除了男主角 Ty Sheridan 演 Wade Watts， 还有 Olivia Cooke 演 Artemis 就是女主角了。
这个戏很出名的呢，只有2个，就是 Ben Mendelsohn， 他就是演 Star Wars Rogue One 的坏人，还有 Simon Pegg， 就是演那 Shaun of the Dead， 还有 Star Trek 的角色。因为很观众呢看到这部电影呢，都是从那个电影预告里面看到的。叫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电影预告呢，里面呢有什么精彩的内容哦。OK。trailer 呢，它真的只是 show 你一些精彩的东西，不过真正没有讲到故事的东西，很多场面啊，为什么他那个男主角重要啊，那些没有什么提到。只是给你看很多 special effect 啊 3D 的东西罢了，在 trailer， 还有一点点他们真实世界是怎样的环境。如果你在看 trailer 呢，它精彩的就是有很多那种 culture 出名的东西咯，就好像 Gundam 啊，你看到有那个 Chucky 那个恐怖电影，美国恐怖电影的那个 Doll， 还有你又看到 Iron Giant 哦，在 Iron Giant 呢就是80-90年代的一个动画片。哦，就是形形色色啦，有很多的角色会在这部电影看到，可能trailer没有的也是会在电影里面出现哦。好的就是真的不大懂他在讲什么啦，不过我觉得有时候他坏处就是可能会影响人家去看。他 trailer 他的 music 又给人家看那些镜头，我觉得他的那个音乐不是很好，不够紧张，不像 Star Wars 的 trailer 这样。Star Wars 的 trailer 你看的时候什么都不懂他们在做什么，只是看到船飞来飞去，人家跑来跑去，那些角色讲几句话。不过他的音乐弄到他整个 trailer 很有 feeling， 你很想去看，很紧张。这个呢，他突然间噔噔噔这样，好像半天调这样，我觉得不是很紧张哦。所以看起来虽然他 trailer 很多 action， 我觉得音乐影响到不是很好。可能这个也是我一开始看的那个原因哦。我看的话，我是觉得整部戏就好像一个关于 game 的动画的影片，对我来讲，它吸引力就减半了。虽然我也是非常喜欢游戏啦，可是就没有这样吸引我啦。可能觉得这部电影你所讲的 trailer 就没有这样的吸引，可能你会觉得要你入场去看这部电影，还需要到时候上映的时候有影评啊，可以让我们多了解这部电影是怎样的状况咯。好像你看那个 Marvel Thor 的戏，你看他广告，你会觉得你很想去看那个戏哦。他的那个音乐，他的那种剪法那些，你看他看到一点点，看到一点点，不过你会觉得很紧张，很想看这个。因为它的音乐太有点 flat 的感觉，连那个Jumanji的广告我看了也想看那个戏嘞。这一点呢，我就要帮 Tron 讲话了。其实我是很喜欢 Tron 这部电影啊，但是不是80年代那个电影。Tron 在音乐整个电影都做到很好，可是就不卖座了。是啊，连 Matrix 也蛮不错一下。如果你看 Matrix， 它那种 feeling 有在那边哦，有一点可惜了。所以就要看导演的功力啦。这老实讲，看 Steven Spielberg 是不是还保存着他的原本的电影的功力啊？因为他现在有公司嘛，他有做很多 producer 的那种功了啊，很少拍戏，他很选戏来拍咯。好像觉得不错，就是 AI 跑有一点慢，不过看那个世界，我会觉得我很想去看更多那个世界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 AI 是蛮不错一下。可以啦，可能我们下次就找一个 topic， 就是来讨论一下关于 Steven Spielberg 这个导演的一些故事啊。我也是蛮懂一点的，毕竟以前我还是蛮喜欢 Steven Spielberg 的。是啊，他以前拍的戏是蛮不错啊。如果各位呢想看有关于到 VR 世界的戏呢，有几些我可以介绍了，好像 Tron、Matrix、Total Recall， 新的也好，旧的也好，也是有讲到 VR 世界。另一个呢就是13楼的 13th Floor， 还有 Virtual City， 这些呢是讲到 VR 世界，是蛮不错的戏啦。13th Floor 我看不只是 VR 了，它简直是另外一个Matrix 的故事哦。也是 VR 啊 ，VR 呢就代表说不存在那 virtual 的世界嘛。13th Floor 呢 ，actually 讲真啊 ，13th Floor 也是讲 VR 了。可以这样赞同啊，是不是以游戏的方式来进行？对呀。
很多这些戏都不是以游戏的方式来讲那个故事，不过呢，他们全部都是有讲到 VR 的世界了。就像为什么我不会觉得它像 13 的关系，就是因为这些戏的 Matrix 呢，就他们就是要在模仿出一个完全跟人类一样的世界。这个 Ready Player One 是要创造一个呢，在游戏的世界，就是这种很虚幻、很科幻、很另类的世界，我觉得是不大一样啦。因为它那个只是让你好像他人类去创造一个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虚幻的世界，可是跟我们真实的世界是一样。我不是 compare 嘞，我是讲如果想看关于到 VR 世界的戏，我就讲那些戏出来不了。好，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们就来一个总结了。这样喵，你会觉得你会推荐这部电影给大家去欣赏吗？去电影院看吗？本人呢，我就喜欢他的故事，我是会推荐。看他那个戏的内容呢，就有一点 Steven Spielberg 那种风格咯，所以他应该会拍得不错一下了。反正这样久没有拍戏了。好 ，OK， 今天的关于这部电影的探讨会就到此为止啦。OK 啦，下一次我们将会探讨什么电影内容啊？这样子呢，今天的关于 Ready Player One 的我们的讲解就到此为止了。可能下一次呢，我们就会专注讲关于 Steven Spielberg 这个导演，关于他从他拍的电影，还有他的简单的一生的介绍咯。好，这里呢，我们就谢谢喵特地花这个时间呢来讲解关于 Ready Player One 给大家。当然呢，在上映过后呢，我们还是会请他再一次更详细的影评，到底这部电影呢是不是他心目中想要看的这个小说改编的电影的情况了。谢谢。所以谢谢啦。不过这次呢，因为大家还没有看到戏，不大敢跟全部人讲他真正的内容是讲什么了，所以希望大家看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讨论，讲说那个内容跟那个故事里面，还有那个戏里面有什么差别，好不好？好，这样如果观众呢希望多了解这部电影的故事呢，或者你也有非常有兴趣的，你也可以找这本小说来阅读，不然的话你就在3月的时候就进去支持这部电影了。好了，今天的 Top Show 呢就到此为止了。OK， 拜拜。谢谢，拜拜。Help us save the Oasis.